朋友们好，我是诗人陈延禧。无论生活还是诗歌，就是一场相见，非常高兴在这里相见。我是一个长达有30年诗歌写作历程的诗人，也是一个做过16年矿山爆破工的工人。我今天想大家分享的是我的诗歌写作和我的人生故事，希望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和不一样的生活。我分享的主题是诗歌如水。生命是混沌的，而成亲需要漫长的历程。以我的诗歌之路为鉴，我从18岁高中毕业开始读诗写诗，到今天走过了整整30年。30年并非一会间，作为一个时代诗歌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，我目睹了太多悲欢跌宕的诗歌风云和诗人命运。某一天，在一本已忘却书名的册页里，我读到了如下的一段诗歌：我居北海，居南海，积烟传书谢不能。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诗家但有自立弊，传兵不弃三者蒙。想见读书图一白，隔溪园哭丈西堂。这是黄庭坚写给他的侄儿黄继富的一封信。我突然觉得这是隔着900多年历史时空写给我的，同时也是写给我们这一代所有的诗歌写作者的一封信。2016年的某天，在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的一场观影的互动中，有一位观众问我：你为什么写诗？动力来自哪里？你从中获得了什么收获？当时我一下子懵掉了。在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前的漫长的时间里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，也没有归纳过这个问题。诗歌对于我来说是懵懂的、本能的、混沌的一种关系。我用了一句看似很智慧，其实是很无当的话做了回答：生命并不是逻辑的，虽然它也有逻辑的成分在。这个问题我无力回答，我认识我知道的诗人们大概都无力回答吧。而我们的故事，诗人们种种以诗歌而明明灭灭的命运，可谓浩宇秋天，层层叠叠的落叶。我的诗歌写作大概可以分为2个阶段，一个是1999年之前，一个是1999年之后。我想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诗歌史，如果必须记录下一些什么，那就是上世纪80、90年代的诗歌现象和诗歌成就。无论如何，那是绕不过去的一笔。那是一个大尺度开放的年代，打开的门窗突然涌进了东西南北的风云，那么凶猛，那么浩大宏阔，泥沙俱下。经过太久的心灵都充满了表达和诉求的欲望。我也正好赶上了这样的历史汛期，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，开始了我的诗歌写作。现在细究起来，动力大概来自2个方面，一个是现实的层面，一个是心灵的层面。虽然这个时候的打工潮已经波及到中国所有的边边角角，但在我家乡所在的秦岭腹地，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依然是陌生的、隔膜的，甚至是顶气的。交通信息和时代轮更观念走失了彼此融入的渠道。除了跟着父母刀耕火种、日出而作，实在找不到前途的希望。我想，诗歌或许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带我走出乡村世界。那时候世界还很宽松，因为一篇小说，因为一本诗集，因为一首诗而改变命运的人是大有人在。在这种朴素的现实的理想前面，这是成为我最初的动力之一。我老家霞河直到1990年的冬天才通电，在一个青年的心灵世界里，白天和黑夜一样漆黑，波动的生命充满了无言的苦闷，
这样的苦闷和压抑需要一个管道，需要一个出口来释放。诗歌似乎成为我唯一的、最有效的方式。整个90年代，我写下了大概有700-800首诗歌，它们记录了一方水土、四季的变化，一个青年和大地人群的喜怒哀乐。这些诗歌虽然有一定的发表量，但现在来看，大多是没什么价值的，甚至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诗歌还很遥远。他们更多的是跟风式的、模仿式的写作。但从另一个层面讲，这个过程是必须经历的和必须准备的。它至少是锻炼了我的语言和我的一些思维方式。仿佛一个魔方，诗歌打开了一个人的另一面世界，同时也诱逼了一个人的另一面世界。一选择失掉了另外一方面的选择，就像一人两面，是事物的魔咒，也同样也是诗歌的。1999年冬天，我得到了一个工作的机会，在华山以东的小秦岭的某个金矿的矿口，需要一个拉架子车的矿工。从这个冬天开始，我成为风起云涌的中国矿业开发中的一名矿工。从此一干16年，16年里，我跟着大大小小的工队，到了中国矿业版图的东西南北的边贸之地，见证了山川之异、民风之奇，也见证了生命的渺小，也见证了自然的雄奇，也见证了命运多舛，见过了非常多的事物。关于很多事，关于历史，当下的那些比接受的标准答案，因为这样的参照和启迪而错位，而重新定位。在克拉玛依依稀的萨尔托海的戈壁矿区，地表风沙很大，我和工友们是住在一个地印子里面。白天工友们上班去了，我就开始了我的写作。我把作为床板的炸药箱揭开，在上面开始我的诗歌写作，书写一个人的孤独，书写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，书写生命在时光中的意义和无意义。半年后，当我离开的时候，揭开被子，下面是厚厚的一床诗歌。那时候没有互联网，也没有可以存放它们的地方。那些矿山写下的诗稿，大都泯源于时间的风尘里面。2015年前的很长的时间里，就是我在矿山那些时间里，每个月的初1和15，老板会交给我100块钱，让我买来那个香火纸炮，向东神跪拜祈祷。东神一般是3位：土地、公民和老君。土地是当地的县管，赵公民是主管发财的，老君是炼丹出身，他负责金子的产出。祈祷的内容当然是保佑老板发财，也保佑他平安。但是我们自身对于发财和平安太渴望了，所以每一次祈祷的时候，我都会把这样的祈祷词篡改为让我发财，让我的同伴们发财。私心可能是个坏东西，10几年出生入死，我们没有发财，也没有平安。但确定发财的老板、平安的老板很多。我想大概谁也知道香火钱是谁出的，他应该对此负责任。在这种长期的虔诚的心理作用下，我们这一类人都保住了做人做事的底线。但坏处是，这个世界我们再也做不了别的，这个世界再也没给我们机会。听起来就像一个笑话，但它确实是诗歌有关，甚至就是诗歌本身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诗歌题材，路子相通的诗。对于某些事物的执念，奉之如宗教，你再也走不出来，再也干不好别的事情。你在塑造诗歌的同时，诗歌其实已经完成了对你的塑造。如果说1999年之前，我写下了大量的风花雪月的诗歌，那时候年轻，生活的磨砺浅薄，又充满了飘渺的激情。那时候的写作是一种跟风式的、向底流学习的写作，像模仿式的写作。而1999年之后，我经历了那么多的生生死死，
见过了大江大河、大风大浪。这时候，我对着自己的命运已基本认同，也没有太多的想法。写作变得不再那么孤立，巨大无边的自然与地理，渺小无助的生命，它们之间的那样的巨大的不对称，那种反差，让我常常思考一些事情。矿山生活让人绝望，但绝望和麻木从来不相等。这时候的写作变成了一种内在的需求，用写作去寻找一条通道，暂时的走出来，透一口气，成为一种临入的双重需求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矿山时期的写作才可能是真正的写作，它基于生命，基于血肉，基于生活和现场本身。生活、命运、心灵，它们与诗歌的关系就是彼此发现、彼此塑造、彼此成长，而非此消彼长。诗歌是一场苦旅，没有尽头，不见远方。一旦上了这架马车，就再也没有回头和下车的可能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也是一场注定失败的之旅。诗人耗尽了生命和理想，似乎获得了所有，但最终一无所获。这个世界上最严酷又最无解的悖论，那就是诗人命运和诗歌之间的悖论。诗人的一生也是一场发配宁古塔的旅程。时光如水，凶猛浩荡，诗歌也同样。对于诗人来说，灵肉上留下的是双重的划痕和洗涤。无数的时间过去了，无数的事物和肉体烟消云散，而诗歌还在。它记录下来那些时代风尘还在，那些烟雨还在。这样看来，这又是一件多么值得的事情。诗歌与诗人也是在这样的抵达中变得澄清而透明。这就是我的历程，也是我诗歌的历程，也是所有诗歌的历程。谢谢大家。